我胸口的心送給你。啊，威妮姐，雖然說我們相處得很愉快也融洽，但是我們都有家室嘞。就算你得到我的心哦，也得不到我的人吶。你到底是為什麼會有自信這麼豐滿？你知道現實是很骨感的。我說的是我胸口的心。對啊，胸口的心啊，你不要再講了啦。講不聽，是 star， 不是 heart， 不是那個心，是 star 胸口這顆心。因為我們這次來到了新竹縣啊，我安排的旅程是一個有米其林必比登星光籠罩的旅程。哦，所以說你要帶我去吃新竹縣的必比登推薦餐廳哦。哎，沒錯，但是除了美食之外啊，遊程也是星級的。看看這一本《米其林綠色旅遊指南》，在這裡面，台灣各大鄉鎮當中，我們現在所在的新竹北埔就是2星小鎮哦。哇塞，這樣我們就可以吃遍必比登推薦的新竹縣美食，還可以在新竹縣到處探險嘍。沒錯，我們這一趟 Star 的旅程就是要從此展開的，我們一起去籠罩在星星的光芒之下吧。是柿子上想吃是。等一下，太難了，為什麼這個柿子要這麼麻煩呢？它的口感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流沙包，裡面內餡會溢出來，但是是非常濃郁的柿香。很好吃哎。既然是一個錢櫃，對，管這個櫃子的是不是就是我們看電視的時候說它叫掌櫃？是的，嘿，他任務很繁重，晚上還要把棉被鋪在上面，睡在上面。啊，風水學上說床要擺在財位上面，他是真的睡在錢上面。它這個好有層次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這個肉燥非常的厲害，是因為呢，鹹跟甜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蹺蹺板上面，我吃光光哎，我也是，吃光光，開心。哇，真的是好吃的。哇哦！我覺得這個無邊際泳池它非常漂亮。對，而且我們平常的那種無邊際泳池都會在市區都市裡面。對啊，可以看到這種大自然景，超舒服對。好好吃哦，迷你版的口感啊，因為它比較少，就會有一種客家小炒變細緻的感覺。對，這樣就完全顛覆我的想象，餅皮把那個原本魷魚的海味更放大。北埔這個地方之所以可以被米其林綠色指南選為2星小鎮，我覺得跟它的古蹟、老街，還有它非常多的傳統美食，一定有很大的關係。在眾多傳統美食當中，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就是柿餅，因為它很有好多顆小太陽聚集在一起的感覺。對，而且我知道新竹縣的柿餅是非常有名，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，所以我現在馬上就可以來吃一下吧。說吃就吃，要經過考驗啊！那吃柿餅還要經過考驗？經過考驗，來一段考驗。畢竟你加入節目也有一陣子了，口條看看有沒有變好。有關於柿子的繞口令。柿子有繞口令？柿子也有繞口令。吃個柿子有多難？就這麼難。跟着解說。好。44里外的石獅寺有44隻石獅子。44里外的石獅寺有44隻石獅子。不錯，44隻石獅子想吃44個色柿子。44隻石獅子想吃44顆色柿子。44隻石獅子也想吃44個石柿子。44隻石子上想吃44。等一下，太難了，為什麼吃個柿子要這麼麻煩呢？美善姐，你覺得她過關嗎？可以啦，很厲害。其實我覺得蠻厲害。對，我也覺得蠻厲害。但是美善姐講的好像有點勉強感覺，還是你來一段。想吃44個石柿子，這個會難倒我。我還是可以說來，歡迎試試。歡迎試試。對啊，這樣多好嘛！你看美善姐多直接啊。但是美善姐要吃也要先認識啊，因為她都沒有吃過柿餅，所以想必也認不出來這裡的柿餅有什麼差異吧？現在這裡面呢有2種，一種叫做石柿。另外一種叫做四州柿。四州柿。对，那石柿呢，就是顆粒比較小顆，是我們北埔傳統的原生種。那這個四州柿的話呢，它是比較後來才有把它做成柿餅。它原來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得到的叫紅柿。紅柿就比較常聽到，對，它就是四州柿，所以它就是四四方方那種感覺就對了哦。44個四州柿，它長得四四方方的。好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的快被這搞混了。
現在拿的這個叫做四洲柿，那吃的呢，它會有爆漿的口感，你看它裡面的果醬，超爆漿的。它的口感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是流沙包，裡面內餡會溢出來，但是非常濃郁的柿香。很好吃哎，而且它的皮是很有脆度的。再來一個呢，這個就叫做石柿，石柿它顆粒就小小顆的。哦，它的內餡會我覺得更 Q 彈一點。石柿很香很 Q， 而且我覺得它是不是肉質也比較細緻一些，纖維好像有比較細。兩種都很好吃。美珊姐，你说要帶我們自己體驗一種新吃法，就是把紅豆餡跟柿餅加在一起嗎？對。哦，那簡單，就是把柿餅拿起來沾着紅豆餡吃，或是把紅豆餡鋪在上面，鋪一層來吃。哦，不是，吃法呢就是紅豆把它放在柿餅的裡面當餡餅，然後呢就叫柿薯。柿薯，就一人拿一個。我要大的。我也想要大的。剪刀石頭布，謝謝。好，好，沒關係。我們照節目資歷來挑選的，因為畢竟你是手殘小公主，我就是讓你這一回合。那現在呢，首先呢，因為柿子這樣子嘛，對不對？它裡面呢，它有一個蒂頭，順着那個周邊，順着皮的那個邊，皮的那個周邊這樣子給它剪，慢慢把它剪開。那這個蒂頭我們不要丟掉哦。那這樣子的話，一個紅豆要放進去可能有點困難吧？太大顆了，对，不好拿哈。那我們就可以用條根慢慢的一個撐，這樣撐起來，慢慢把它們撐開，把它撐開來，好像在做那種雕刻或是藝術品。所以做這個還是需要花一點的小細心啦。對。好，你挖好了之後，那我們就用我們的手，像做包子一樣，有沒有？把它修成一個碗的形狀。OK。這樣可以嗎？這樣子，你這樣會把這個口撐太大了。哦，口也不要撐太大，裡面撐大，但是口不要。你要恢復它的原狀。你的80%都是美珊姐做的。所以做這個還是要女生，所以我們說我們這個叫做什麼？貴婦的下午茶的點心。不要偷偷 diss 他。對，而且在我做了之後才講，這是來侮辱我的。那你可以關心一下我嗎？我這樣子是可以的嗎？可以，很好。你把你的蓋子蓋上去，那我就完成了。對，哦，我完成了。你自己做好，很漂亮啊。你有聽到美珊姐小声的講嗎？你看你全部自己做好。你看我都是美珊姐做的。得意還好意思得意，但我覺得這樣很可愛。那我們可以馬上品嘗它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太好了，完成之後可以品嘗了。哎，我其實很喜歡這樣的概念，它有點像珠寶盒，就整個感覺很喜氣。裡面呢，打開珠寶盒，裡面又有寶藏，好好吃哦。我覺得柿餅它變成了一個皮。它薄薄的皮裡面會有纖維口感。一般我們吃普通的烘焙點心的時候，餅皮它是麵粉做的，它不會有那個纖維口感。可是我們現在吃到的是這個餅皮有纖維、有果香，再加上裡面的內餡，所以它有點像是小月餅、小點心，但是餅皮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所以我們兩個有不一樣的中秋月餅。而且其實我們大部分吃柿餅的時候，真的就是單吃配茶，沒有想過說哦，原來柿子它這種香香的陽光曬過的那種味道，跟很多東西其實是搭的。請大量生產，請大量製作，因為很好吃。古蹟裡有木頭芳香哎，哎，江大哥，我們來了。溫蒂斯達，你們好，歡迎歡迎。江大哥，我跟溫蒂姐是照着那個米其林的綠色旅遊指南啊，知道我們這邊是新竹縣的國定古蹟。對，那金廣福這3個字可以解釋一下什麼意思嗎？對，它其實3個字是有它特殊的含義哦，因為在當時時空背景來講，這個地方以前是蠻荒之地。
哦，它也是屬於三峽族原住民他們的領域啊。那當時就進來開墾，那當然是獲得清政府的支持，但是它是由2個族群共同合作的。好，哪兩個族群呢？一個是閩南人，一個是客家人。好，所以這3個字就是代表剛剛描述的金，它其實是代表它是獲得清政府支持。那另外來講，廣呢是廣東，好，代表客家族群。福是福建，代表閩南族群。所以這3個字是有這個特殊含義的。我以為是因為財源，金是財源，然後廣就是我要賺很多地方的錢，賺了錢就要有福氣。是，結果原來是把我們族群融合這件事情放在匾額裡面了，放在堂號裡了。其實金代表財源是沒有錯，它是一個金，也取一個吉祥的意思。那後面2個字就是2個族群。但是江大哥，你雖然說金廣福代表了族群融合，但在我印象中，大部分開墾時期，客家人跟閩南人其實是有衝突的，他們並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和平融洽相處的。為什麼在北埔這個地方，他們可以一起合作，可以融洽的相處呢？對，這個其實當時時空背景，2個族群其實是有比較大的衝突，但是在這個地區，北埔這個地區。他其實就沒有這個械鬥的事情，他不但沒有械鬥，而且是2個族群在合作。為什麼？是因為他們比較和善，個性在這個山水之間個性比較平和嗎？是，當然也不是這個原因哈。那第一個因素就是說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經濟資源，好，那個叫什麼？叫做樟腦。除了這個利益之外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說這個地方會跟原住民產生衝突。對。所以这個也是變成說客家人跟閩南人他們願意合作，去一起共同對抗原住民。所以就是結合敵人的敵人，對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。對，為了獲取經濟資源，這個才是重要的比較大的原因。那江大哥，樟腦的利益這麼龐大，在金廣福公館裡面有沒有哪一個房間是當初的金庫房，專門來儲放金流的？當然有。當時我們有一個叫做客家話講民櫃，它就是錢櫃。它可以放這些東西。所以以前人喜歡唱歌就對了。當然不是那個意思。錢櫃，這真的是放錢的。我們可以看一下錢櫃嗎？沾一點財氣。我們到那邊去看一下。对，就是這個。這個櫃子真的沒有很大哎。對啊，看起來小小的。對，這個其實當時那種比較傳統的商號會看到這種櫃子。這小小的櫃子放得下金廣福公館來往往的這些麥當勞對啊。不過實際狀況也不是那樣子，因為以前他們去交易的話，當然。比較少去用現金，那個時代背景的話，已經開始刷卡當然是沒有了哈，沒有那麼先進了哈。那當時常常會用以物易物這種方式但還是會有一些東西，它還是需要處理會有一些重要的物件，它可以存放在這個錢櫃裡面。那以前這個它既然是一個錢櫃，對，管這個櫃子的是不是就是我們看電視的時候說它叫掌櫃？是的，它任務很繁重。客家話講棉櫃嘛，那就是棉櫃。棉櫃呢，晚上還要把棉被鋪在上面，睡在上面。風水學上說床要擺在財位上面，他真的睡在那個錢上面。對啊，掌櫃，你看他盡忠職守啊。那白天在這邊處理公務，晚上還要當保全，睡在上面，還要守錢，這樣等於是24小時工時。他的工時超長，是很辛苦的。江大哥還有問題，就是我們金廣福是家大業大的一個家族嘛，是。那為什麼牆壁有洞不修呢？是，它是要冲孔。就是槍孔，可是這個衝口有點低耶，剛剛還想說，對，高度很尷尬，就是趴着也不對。射的高度大概在膝蓋這個角度，打膝蓋？為什麼要打膝蓋？不是應該要？以前當兵都是要瞄心臟、瞄頭啊，怎麼會打？對啊，他只是要對方受傷而已。
啊，因為一個傷兵他可能要更多人去照顧這個傷兵，可以減損對方的戰力。好聰明哦！所以在金廣福公館裡面，除了衝口之外，應該還有很多細節的防禦工事。比如說它的牆壁，你看它的厚度哈，外面號稱有50公分哈，但是實際上其實大概不到50了，但至少40公分應該以上。也是一般的牆面。對，那這個是內牆哦，那外牆是會更厚實。對，那雖然這個房子裡面有這些防禦設施，可是從來沒有用過。沒有用過。我知道，因為北埔本身的地勢其實就易守難攻。對，其實它有層層的防禦啊。除了這個房子本身的一個防禦設施之外，外層呢，外層它是一座城。那更外層它還有那個隘寮。隘頭。對，有隘寮。那這樣講，有一個層層的做一個防禦的一個設施，所以要從外面打進來，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這邊從來沒有這種實戰的一個狀況。備而不用。對。文麗姐，說你要帶我吃新竹縣的美食，但是這巷子好像不太對，我們是走錯了。沒有走錯，就這個巷子，你看地圖，對啊，公園街哦，找美食哦，我是沒有很內行啦，但找朋友這個背影好熟悉，嚴大哥，哎，怎麼就遇到你們？救星來了啦！很多人都說來到新竹縣，你如果要懂吃找美食的話，一定要在巷弄裡，要行啊來。對，這巷弄美食哦，在客家莊尤其是這樣，因為呢有很多的這個店家好吃的哦，都會在維持它的好味道，就在巷弄內，然後維持它原本的這個作業的方式。對，說到客家美食，嚴大哥，我們就去客家美食吃，大放異彩啊！對，我們這次哦，這個必比登，我們8家推薦，13家入選。這個對很多人來講覺得不可思議，客家菜有這麼好吃嗎？真的，好吃的東西不會寂寞的。那我自己呢，我不是客家人，我太太客家人，他說我比他還愛吃客家菜，還更道地哦。那個這個客家菜好不好吃啊？吃了就知道。客家女婿帶路，那還有錯的嗎？我不相信你，但是我相信你。禮貌的部分，專業了。我們去吃吃看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好啊，嚴大哥幫我們帶路。对，是嚴大哥你的功勞，但是這麼豐盛的料理當然是美西的功勞嘍。必比登老闆娘，恭喜你！謝謝，恭喜！為什麼這麼晚才發現你們這家美食啊？這美食已經很久了耶。真的啊，可是至少被發現了。對啊，至少被發現了。發現的時候心裡的感覺是，就是爽這個。確實。那美西覺得你們可以入選，你自己最大的感想，或是你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啊？我覺得我們這個餐廳最想呈現的就是我媽媽的餐桌。我没有料理的背景出身，我也没有去特別學，但是就是把媽媽的餐桌搬到這個餐廳裡面來。那我認為就是很好的食材跟很天然跟質樸的一種呈現方式。因為我媽媽就是吃東西比較簡單，但是客家人的重鹹重油它還是有的。對，但是你整個就會覺得它很平衡。但我覺得講到重鹹重油，看到我面前這一碗板條，我不會覺得它很重鹹重油，因為整個視覺上其實是豐富但清爽的板條，用看的就覺得很好吃。看到我們兩個筷子已經迫不及待，已經等了。兩人都不讓我們聊天，跟想象中的現在完全不一樣。一拌開，整個香味就馬上衝出來。對呀，你夾起來的時候看到的那個豆芽，那它也是我們很想呈現的東西，就是我們都用在地的食材，所以這個豆芽是用北埔冷泉那邊的水去種出來的，所以它很清爽，很脆
口，那一定要一起吃它。是有机的。冷泉跑馬拉松會經過，它這個好有層次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這個肉燥非常的厲害，是因為呢，它的鹹裡面帶有甜度，是回甘的，就是也是慢慢醞釀出來的。再來就是不會很鹹，鹹跟甜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蹺蹺板上面，非常的平衡。豆芽菜超級脆，对。我觉得豆芽菜大家都一般以為它是板條或者是乾麵裡面的配菜，但是這個豆芽菜完全可以當主角，因為它的脆度跟它的纖維都好好吃哦，整個風格是非常融洽。這邊也有一個創意型的板條，哎，這個是板條包裹的手卷，這個就得說是我的料理嘍。要很驕傲的跟媽媽宣示主權。對，因為我媽媽吃素嘛，所以早上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就要做素的料理，但是我總不能每天就是一盤青菜跟白飯或者是糙米飯，做點變化。對，所以我們只是把原來的麥餅皮換成了板條。那沒想到竟然得到很多人的喜愛。首先應該是得到媽媽的喜愛。来，我們先沾一下胡麻醬，最好是一顆就塞進去哦，真的，不然等下會崩掉。我覺得整顆吃進去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。這個建議非常好。這個建議非常好，是因為整顆吃進去之後，會覺得自己嘴巴裡面很像是一幅山水田園畫，因為那裡面蔬菜的汁，它會一直慢慢的冒出來。因為我如果咬一口的話，可能我會 miss 掉一些汁，但是整口吃進去，蔬菜的汁咀嚼當中一直冒那個香甜的汁出來，再搭上板條，它 QQ 潤潤的，就好像是那個湧泉一直冒，然後旁邊飄來一葉輕舟，這個好有畫面啊！好好吃。如果說板條是媽媽的味道的話，我覺得我這個手卷就吃到女兒的愛，把素食變得有趣了。它其實很有層次，它一開始蔬菜的甜，然後到後面它的那個爽脆的口感。我覺得美希姐這道料理就是滿滿的細節，難怪會受到必比登的推薦。真的。其實我們新竹縣呢有非常多美食哦，這次8+13，一共21家。是。那這21家各具自己的特色。所以呢，一趟美食之旅啊，就已經把新竹縣玩一遍了。所以呢，很歡迎大家哦來吃美食也來旅行，好好走一走，就像這樣子放輕鬆。然後呢，能跟老闆娘聊兩句，了解這個菜怎麼做的，那真的是這個非常棒的一個經驗。跟着美食走，好好的玩遍新竹縣，哎，很棒。有時候如果你帶着一個很快樂的心情去接受別人的料理，你會覺得這一趟的食物更好吃。像美希這樣子，一直帶着快樂的心情為我們做料理，做出來的料理才最好吃。對，我自己也必須要 enjoy 在裡面。如果我自己就覺得我在做生意，做一個餐廳，我覺得這不會是快樂的。所以跟着我的這一群學生一起在做這家餐廳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對啊，感覺出來你就是快樂的廚師。我吃光光哎，我也是，吃光光，開心。哇，真的是好吃的。對，做食物最快樂的地方就是這樣。除了古蹟，除了老街，這麼美的田園景象也是北埔的標準風光之一，好療癒哦！真的，看這稻浪這邊飛舞，真的好漂亮哦。而且啊，我們剛剛才吃了板條，這樣的美食呢是來自於再來米漿。接下來我們就要自己去磨米漿嘍。磨米漿你會吧？跟你說，磨米漿我在行的。在行？我常常幫我媽磨米漿，只要把米放到機器裡面，按下去就好了。你那是機器的意思是不是？不就這樣磨嗎？我們要有溫度，要有手做的溫度，所以我們要去手磨米漿。農村 boy 你可以吧？手磨你沒問題吧？沒試過，但我覺得應該可以體驗一下。80%你做，20%我做。
交給你嘍。是有沒有吃飯呢？剛剛這不好弄。有沒有吃飯？心怡，快救他，救他！这個小朋友，這位小朋友，對，你的等級像小朋友。好，來，我先教你怎麼站。好，怎麼站？那你他站就站不對了。一左一右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好，我演一半。來，這樣握着。握着。弓箭步。弓箭步。对，然後從3點推到9點，再從9點拉回到3點，一口氣哦。好。好，來，1、2、3，推，拉，推，拉。哦，好的，對，就是這樣。農家子弟，先試試看。農家 boy 不要漏氣。好。哦，有好一點，有好一點。對，這樣就有感覺了。有好一點，有好一點。上半身動，下半身不動。上半身動，下半身不動。對。是不是很困难？找到鐵東西來。不是，不是你倒歪的，可以倒進洞裡嗎？大膽，你現在糾正我嗎？你先等一等，我要把米弄進去。我没办法停下來，因為我停下來就會卡住了。你要收放自如啊！沒有，你都不知道你在磨的痛苦，你不能只出一張嘴啊！出一張嘴也很難，因為 Eric 有給我任務，你的任務是磨米漿，我的任務是出一張嘴講那個客家諺語。客家諺語，但我一個字都講不出來。Eric 救我一下。好，沒問題。3日打魚，4日曬網，1個禮拜7天，3天工作，4天休息，什麼都不要想。有錢莫點雙掌火，莫到沒錢打按摩。他的意思是講教人家要勤勞，要節儉。那整體來講，客家話要怎麼講呢？全部我念一遍給大家聽哦。上日打魚，喜日曬苗，馬改死，吳子雄，有錢莫點，送斬佛，莫斗莫簽，打按摩。我學到一個很實用的，就是比如說我們兩個今天要一起去吃飯啊，你叫我請客的時候，我就可以講莫簽。那 Eric， 我比較想學說換你的客家話怎麼說？晚夜。哎，要站在我這個位置，也不是隨便就叫我換的人。以前磨米不一樣的時候，站在這邊放米跟水的是婆婆，這邊是媳婦。所以當你以後當婆婆的時候，你是站在這邊。所以以前人家為什麼講說媳婦熬成婆？他就在這邊，快點，怎麼講？快點的客家。曼妮呀！我不做。體驗一下。會計15年，會計15年的經驗，我不是開玩笑。你要找空檔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找不到空檔？還很滿。對，我真是兼具優雅跟速度。OK， 很標準啊。好。你看，Eric 說我很標準。標準啊。這個婆婆很值得。我們這樣子磨，大概磨了這麼久，出來的這個成果夠我們吃1碗板條嗎？心怡？1碗夠，2個人還不夠。哦，2個人還不夠哦。那要再加油哎。所以我們要繼續磨到這一桶滿了，才有辦法夠我們2個人吃。是。哎，於是達，是不是要加油？滿妮嘞？哎呀，滿妮嘞？滿妮嘞？變粵語是不是啊？變粵語，愛摸啊！愛摸哎，愛摸愛，摸愛，摸愛，惡婆婆啊，不要，摸愛。所以要做上，加油哦！對。可能到明天早上才有2碗。明天早上要有2碗，快點怎麼說 ，Eric？ 快點，加掉。我一定會有婆媳問題，默契超差的。以前真的是婆媳要互相配合，全家人才有辦法吃到飯，對不对？但是啊，我想知道，這算是一個粗活耶？為什麼不是男丁在做？其實以前來講，男丁都在外面做粗活。哦，外面耕田啊，可能伐木啊之類的。就常這些收成之後，稻米這些細作就是給家裡的婦女他們去做。外面的工作更粗重。對，好。很棒，你可以休息了。剛
讓你吃半碗板條。那我磨清楚才半碗。因為我们還磨不滿1桶啊，現在大概只能1碗半吧。有了，我1碗，你半碗合理吧？有了，2碗多了。2碗多是不是？好。還真的沒有體驗過這種，蠻特別的哎。心儀這個豪車真的是早期農村社會的時候會拿來使用的，對嗎？对，但是早期農村的牛車，我們會在前面用黃牛去拉車。哦。那現在是用這個動跑板關係，牛不能拉着嘛。鐵牛。對，所以改用鐵牛車，就是農村的搬運車。对。然後路面我們也沒有做得很平整，要讓人家體驗農村這種顛簸感。哦，對，好用心。搖搖晃晃的，對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我們這邊做牛車呢，我們有做的稍微比较沒有這麼城市的建築，我們是做比較多的巨化啊。然後你在逛牛車的時候，你可以看裡面那一區就會有可愛動物區。哦。看到烏龜啊，然後孔雀啊、羊啊、小豬啊那些等等的。我覺得很用心。對，而且這小朋友來這邊做這個也覺得很有趣啊。對啊，就會瘋掉。路面也要有點仿舊仿古，環境也要有點仿舊仿古。然後我们這邊也有搭建那個像早期的牛舍，尤其那一面牆，我們用的是牛糞牆。哦。對，我們是用真的牛糞，然後把它堆疊，然後混合泥土、谷物，加一些那個糯米水摻雜，然後把它塗上去。早期的建築的水泥，有竹子，也有牛糞，就很像以前農村的有些房屋是用竹編夾泥牆做，也是這個概念。好用心哦。對。有一種很與眾不同的感覺。是。但是它其實它設計的也蠻簡單簡約，但是又跟那三欖融為一體，蠻融合的。是，我們本業是從事建築行業。身為一個建築人，那我們從小玩的東西就是積木，像樂高啊這樣的東西。所以我們的左右兩側的街鍋，我們都用這個積木堆疊的方式，有凹有凸，那用顏色來做一個這個建築外觀的設計，就是一個完成一個大家小時候的夢這樣子。哦，我覺得這很有實踐自己兒時夢想的感覺耶。所以這裡建構出的不只是一棟建築，它是把我的童年目標、我的志願蓋出來的感覺。不止童趣，它也還把一些時尚、一些幾何線條放在裡面，有點俄羅斯方塊的感覺，我覺得。對啊，非常特別，對。但是走進大廳拉比又有點不一樣的感受，是因為這裡的水晶吊燈啦，或者是像一進門的一些擺設，會有一點點歐系美術館的感覺。那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弟弟，那他是學西洋美術的。室內的部分的話，就由我弟弟，就是他經過就是西洋美術的部分，慢慢的去做鋪陳這樣子。哦，所以這邊是你們兄弟倆的結晶耶。沒錯。哇，那相信不只是1樓的拉比，應該是整棟樓都很精彩。2樓的話更精彩。2樓更精彩，快帶我們去。好。整個2樓的空間饒富趣味耶。對啊，這裡是根本是北埔美術館吧？是，我覺得入住民宿還可以看到很多的美術作品，感覺自己的氣質也提升了相當多。而且它的風格其實不只是畫作，包括家具的擺設、挑選、燈飾，或者是一些就是立體的家飾等等之類的。我們從外到內已經讚嘆了好幾回，這是一個充滿讚嘆的民宿呢。其實我們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大亮點，還沒跟你介紹到。還有亮點？是，像這裡的話，是我們台灣少見的冷泉區域，北埔冷泉。那像我們這整棟來自於這附近的區域，
我們的所有的水源就是從北埔冷泉的部分引進來。那像我們這裡呢，還有一個無邊際的游泳池。那當然這個水也是從冷泉下來，所以在我們民宿就可以直接戲我們的北埔冷泉。一般都是大飯店裡面才會有無邊際泳池。那麻煩這個幫我們趕快辦理一下 check in。好 ，OK。斯達，我覺得他通往房間的廊道也做得很像藝廊的感覺耶。对，而且它这個清水模搭配這個吊燈，我覺得有一種歐洲城堡的感覺。也有哦，有華麗風，是，就又華麗又後現代。Oh my god， 有點浮誇。對。房間的風格也很後現代，你看它有比較算是大理石壁面的感覺，有清水模的感覺，也有比較溫馨的圖騰，所以它後現代這種風格啊，是從戶外一直延伸。對啊，但是我們剛剛驚呼的原因是因為，雖然我們曉得它有無邊際泳池，可是它直接從房間可以出去無邊際泳池，也太浮誇了吧！這是直達泳池哎。對啊，快速通道。我要出去玩水了。真的可以打開耶，請 VIP 請。快速通道。哇塞！而且外面的環境很好哎。对啊，而且直接看這個山景，這個玩水太舒服了吧？這一片綠意是滿的，滿出來，整個被山林包圍，還有潺潺的溪流。而且斯達，你有沒有注意到，它無邊際泳池在這邊，旁邊是剛好一整排一整幕的樹冠層。哎呀，就是有點像那種拉一個紗簾的感覺。對對對，一簾幽夢這樣為我做一個小小的隱蔽，有神秘感。對，我覺得就算不玩水，在這邊喝下午茶也蠻不錯的啊。蠻不錯的，真的是好棒的地方哦，感覺尊榮哎。哇哦！我覺得這個無邊際泳池它非常漂亮，一方面呢是旁邊真的就是樹冠層，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站在走廊上的時候是往外看，現在你不覺得在無邊際泳池除了可以看到外面的風光之外，還可以回看它這個建築物的幾何之美耶？對，而且我們平常的那種無邊際泳池都會在市區都市裡面，對啊，可以看到這種大自然景，超舒服的。對，我覺得這好像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，就剛好被包圍在這裡面，而且還有可愛的獨角獸，怎麼會這麼貼心？幫喜歡拍照的女生都準備好了。這完美必備。沒錯，就是它。然後還可以聽到那個潺潺的流水聲，有沒有？對，有。小溪的聲音，啊，這樣子的大自然真的是北埔的風情，就在我們的周圍了。對。斯達，我跟你說，新竹的客家美食真的很厲害。除了處長推薦給我們的之外啊，我現在帶你來到這一間，它一樣也是必比登推薦哦。哇塞，我們新竹縣真的是美食天堂哎！我好像已經聞到香味，那我趕快進去吃。隆重介紹必比登推薦的必比登主廚有2位，曾爸爸還有立慶，好榮幸可以跟你們同桌。等一下可以簽名在我背後嗎？而且看到那個必比登推薦的牌子在那邊。今年2025年火燙燙的哎，火燙燙的。立慶是跟着爸爸一起學廚藝的是嗎？對，我們國中就開始跟爸爸一起在廚房啊，然後東摸西摸，然後磨練這樣子。所以曾爸爸原本就有想要把你的一身本領傳授給他嗎？這個招牌我是一直想說，能不能讓它有100年這種概念呢？所以說我希望說，我以我的手藝來講的話，如果他 OK，我一
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传給他這樣子。真爸爸心裡有藍圖，都有一個傳承的感覺，對啊，有期許。自己開餐廳的時候，就希望他可以往100年這個目標。對啊。那也是因為立信有這個潛力啦，因為像我們家做板豆的，我爸看到我煮菜之後，就覺得叫我去外面找工作，不要来砸了我們家的招牌。对，北北弄喜中破菜的和那个後代，资質好跟資質差，對，有落差，有落差。那立信自己有在加一些什麼的新創意進去嗎？新創意就是在我去2020年的時候去比賽，比一個客家小炒，然後我自己創新了一個西米露餅。西米露客家小炒，就是師達面前這一道。對，哦，所以它是西米露，我不講，我以為它是米湯，對。好好吃哦，迷你版的口感啊，因为它比較少，就會有一種客家小炒變細緻的感覺。對。另外，這個餅很好吃。對，它本身就有味道，對不對？它有一點像蝦餅或魚餅那種感覺。有，因為我裡面有加蝦米跟阿根廷乾魷魚。哦，下去做融合這樣。餅皮把那個原本魷魚的海味更放大。那一般傳統客家小炒的爽脆是從芹菜或是從蒜苗裡面來做表現嘛？對。它用個餅皮把它那個爽脆感覺更放大，口感非常的好。而且因為它是西米露，它不是一般的餅。如果是蝦餅的話，你整片進去，可能也會有那個蝦香。對。可是它在口感上面就不會有一個。一顆一顆一粒一粒，對，因為它是粒狀的，所以它會有一種骨溜感。就是我在吃脆脆的，但是脆脆當中，你又覺得它好像有點頑皮，好好吃。另外這一道水煮牛肉看起來很辣呢。啊，其實它不會到很辣，哦，真的嗎？但是我們經過也稍微改良了。再來講的是吃在嘴巴裡的時候，麻辣鮮香，非常濃郁。蠻香的氛圍。這個肉，它一方面就是有那種慢慢運出來的香氣味道，另外就是你感覺它慢慢煨出這個味道，可是為什麼肉還可以這麼滑嫩？我們用的是用溫體，台灣本地的那個溫體牛肉。哦，對，肉經過自己稍微去用蛋下去醃製。好好吃哦，這個超級下飯的，感覺就是要來3碗白飯了。這道胡椒鴨也是傳統的客家菜，它端上桌的時候香氣非常的逼人。對，因為我們是選用宜蘭的櫻桃鴨，然後經過自己我們去挑選的中藥的胡椒，然後再搭配一些自製的香料下去燉煮12個小時，讓它非常的軟嫩。要燉到12個小時。對，因為它的你吃下去的時候，它會有點瞬間化開的那個感覺。對，所以一定要預約，對不對？對。他就中了化骨門獎啊！對，而且它的肉是完全不會柴，然後又吸滿那個肉汁。對，真的很厲害，不爛不柴，又有滑潤的口感，好好吃。我每一道真的都很好吃哎！必比登是有用心在推薦，不是亂推薦，真的有用心。那客家菜裡面喝湯暖胃，一定要喝菜脯雞湯。對，我們這個老菜脯是選用放人家30年以上的老菜脯，好來做這個老菜脯雞湯。那我們土雞的話是用放山的土雞，啊，每天在外面在那邊舉啞鈴在那邊跑的土雞，所以它肉質的話比較軟 Q，啊，然後我們還會再加一些新香的菜脯，因為加上去來講的話，它讓它綜合掉那個老菜脯的酸，啊，而且的話，你新鮮的菜脯來講的話，它會增加在湯頭的甜度，所以不能單純只用老菜脯來熬。對，要新舊，對，要混搭，就是要新舊混搭，對不對？混搭在一起，2代混搭在一起才會是最剛好的滋味。是甜的，好喝的老菜脯雞湯就是喝下去之後，哇，香甜，後面又在一直回甘，整個喉頭跟舌根都覺得很舒爽。它是很濃郁的，但是完全不會到說你會膩的感覺。對啊，每一道都很棒。所以，曾爸爸，你覺得你們可以得到必比登推薦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有新舊一起研發出來的用心和創意嗎？謝謝，沒有啦，也是大家都認可。
本來就是做這一行嘛，需要備受肯定。現在今年好不容易受到必比登的賞識，讓我有動力再往前走。但我覺得這個搭配很好，就是那個立慶有他的新的創意跟想法，但爸爸有经验可以分享給他，互相調整，就可以做出好料。真的，川菜跟客家菜的結合，对，爸爸跟兒子的互相激勵，往100年老店一直持續前进，受惠的就是我們啦，因為我們可以一直吃到好東西。謝謝你們的好手艺。